昨天傍晚嗓子不舒服，半夜疼醒了，我有点上呼吸道感染，跑完步去买一个漱口水漱嗓子，这是我的小秘方。然后没带钱，也没带手机，佩恩寺的支付宝离线支付，特别好，要不然我又得爬5层楼上去拿钱。我有点拿不准这个是不是念飞起。我对着一潭池水，想象着人间情事正在眼前映现，花了些时间翻寻记忆，要理清生活脉络中那些极浓的感情成分，直到夜风飞起，空气中满满的云气和雨意，提醒我哪些真切，哪些虚幻。然后我决定接受你的提议，一起走我们的人生路途。大家伙早喽！12月23号星期二，看我在哪儿来了，可以吗？我现在在日月潭的湖畔，出来慢跑。好消息是，这背靠背之后的比赛，身体的肌肉反应啊什么的都挺好，没受伤，甚至右腿就是右臀后侧那儿的那个不舒服，虽然有轻微的出现，但是要好了很多很多很多，可以忽略了。而坏消息是，昨天傍晚开始嗓子不舒服，有点尴尬。半夜就开始疼醒了，但是我特别容易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。我差不多上个月17号吧，打了流感疫苗，1个多月了，所以应该没事儿，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。今天去买个漱口水，然后漱一漱，慢慢就好了。看这边。好看啊，差不多那边是东边。这小栈道可以啊，你们看这感觉。今天跟大家聊聊这场比赛。这儿有好多这个中老年的旅游团来，你看，还有僧侣。这是个景点吗？可能这儿看日出好看。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场比赛跑这么快。这场比赛是这样的，就那位在高雄生活的上海人王先生，他不是跑步1年，从减肥跑步1年就破3了。之后，今年夏天我们在悉尼马拉松那个赛道那个情况，还是那么远的长途飞行，然后他跑了一个2小时40分0几还是10几，我不记得了，就240开头的。就我们都认为他进步巨快，他自己其实理智的说是的，他的能力现在应该是。不能说远在我之上，但是在我之上的。我早上出门之前，他跟我说已经跑了20公里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决定说，那就一起跑一跑，跑前几公里。这样呢，我觉得比赛前几公里我稍微快一点，后边慢一点也没事儿，这样时间过得快一些，要不然太折磨人了。然后我们就一起跑了，就一起开始起跑，因为都在 A 区 ，A 区非常小，我们就站在起跑线前大概。可能几米，3、4米的样子。从发枪到我出发几秒钟。这怎么有一平衡车呀？这是小背景，另一个背景是这次因为不用给家属传递相机，他就说再找地儿拍我吧。说在哪儿呢？一看地图，正好5公里和10公里那个地方是一个。离得很近，就一个交汇点，就从5公里走到10公里那儿，可能就200-300米，所以决定在5和10的地方。
但是我们起跑跑到5的时候，那时候大概整体平均配速可能是3分41，起跑不快，没有想象的快。我一开始在想象他起跑可能337就出去了，但是一跑起来还是热，那天天气也不好，有风，我们差不多就是340、338、342这样前进到5公里，我没看见家属，没找到他，应该不是我没看到，就是没有，因为王先生也在帮我看。哎呦，我就特担心，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按说从起点那儿坐地铁去应该不用很久，就特别担心。我本来计划的是5公里看到他，我就稍微慢一点的，因为坦白讲，前5公里我挺艰难的，我觉得我追不上他。起跑我觉得我追不上他，前1公里我一直在他后边，就看着他的步伐跟着跑，否则就追不上了。那我想那不行啊，那我就想赶紧跑到10公里，因为他家属就算没赶上，因为比方说车出问题或者怎么样，10公里那儿也肯定能赶上，因为是同一个地方，所以5到10我们就没减速。5公里可能是18分多，然后10公里可能是37分多的样子吧，我不记得了。到10公里过了以后，在10.5公里的地方看见家属了，哎，我就放心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又出了新的状况。新的状况是什么呢？我看黄先生有点艰难，就他的喘息特别明显，然后跟我讲心率180，但是他说没关系，他说他很多比赛都这么顶下来，他心率比我高。我那时候也很艰难了，我那时候心率171了已经，就这一场整体的平均心率是172。这怎么进到别人的院子里了？但是呢，我的跑动状态还好，就我没有很极限，但是他有点感觉有点顶不住。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起快了，加上热，而且我们10公里刚一过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缓缓上坡，并且逆风的方向。我说那我心里想，我没有跟他讲，因为我怕他紧张，因为这一场他的目标是要 PB， 我挺怕他紧张的，不敢跟他说话。我说你就放轻松，咱们一起跑。然后我就在领，就是我就一直在前面，大概领到了15公里到17公里的样子的时候，可能是15公里，遇到了第一个立交桥上坡。在这个坡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，可能后边要放。然后就掉下来了，差不多已经掉到离开我几米的样子，就我回头就是这样回头已经看不到他，余光能瞥到。但是呢，我往后一看，我大概有4、5位跑者就跟着我们在跑。这时候就是2个纵列，就是一排2个人，我跟另外一位跑者在前面并排在领，而且同时是一直在大逆风。我想那既然这样，那就领一会儿吧，反正已经这样了。后来就领到了半程20来公里的地方，就第一个立交桥，差不多有这么陡。到时候你们看节目吧，我看能不能剪出来一个合适的节目。这个是个咖啡厅嘛？对，是个咖啡厅。我就往前领，我们一直带着这一队人跑到了差不多27、8公里，不对，26、7公里，从高架下来，因为那个高架是先上一个坡，然后半截的时候又上一个坡，2个坡都特别陡。然后上完这2个坡以后，队伍就开始分化了，我也就没有再领呢，我就稍微的降了一些，下了那个立交桥一个折返完之后，右转再左转就进到就河畔了，基隆河畔。到那儿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就后面就没有人了，
有2位超过了我，然后有2位掉了下来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那几公里，28公里到33公里，这几公里，我是起起伏伏。有一位先生一直在我前面，然后我那时候有点掉，我那时候掉到了4分0几。后来我想，前面都跑这么快了，后边别掉太多，掉太多数据不好看。我想顶，当时有点顶不上来，就是也不是说没劲儿了，就那感觉吧。然后正好碰到一位差不多3分48左右的平均配速的人，就是从后面超过我，他一开始一直在我后面。然后我就跟他跑了几公里，跑到了31公里。跑到31公里之后，就他就超过了我大概几十米到100米。最后我们一直差不多保持这个间隔。然后到了36公里还是37公里的地方，一位特别瘦、特别就是身材很矮小，大概也就我这么矮嘛。那位女士到我肩膀，然后巨瘦，和几位男选手从后面超过我，然后我又跟了大概几百米。后来才知道，大原先生跟我说，他是大原先生在帕克岸的朋友。那天应该是跑了23级吧，我估计。因为差不多到了37公里，我才被他们彻底的甩开，然后最后就平平无奇就跑下来。然后家属第3个点是在33公里，33公里顺利的看到他。看到他之后，我就先是放了一点，从37公里到41公里吧，我都放了一点。然后最后1公里还能加速，最后1公里最后冲刺的时候可能是3分30，甚至3分30以内。因为我看到一位兄弟，我们进体育场的时候，就我那个成绩就基本上就周围就没人了，都是单人照。最后整个好像是60多名，整场比赛的60多名哦。然后我一看进体育场有机会超过前面那兄弟，我最后那100米就冲刺冲下来了，估计当时3分30以内。但是最后差一点点，差了差不多5、6米。然后跑过终点特别逗，那兄弟一回头我认出来了，就半路我们那个我说我领的那个小分队，他就一直在后边，他还跟我表示感谢，说特别感谢你领了前那一段，因为那一段真的不容易，那段逆风加上坡，整个比赛的所有爬升都在那一段，特别陡。第一个坡上来，我们整个这一个小队的平均配速慢了，就那1公里的配速慢了9秒。直到后面的第4公里、第3公里，才慢慢恢复过来，就才加回来一点点，但是也加不回9秒了。大家基本加回来了6秒，就是已经比前面平均慢3秒了。然后紧接着刚加回来又一个坡，这个坡没有前面那个长，但是一样陡，又掉了，差不多5、6秒。这5、6秒后来就有人追回来了，有人没追回来，我追回来了一部分。追回来的人就超过我了，没追回来的人就掉下去了。那第一个坡就是去年我吃凤梨酥那坡，今年没有凤梨酥了。所以这场比赛跑得快的原因。但是我在30多公里的时候，就刚过31公里的时候，我突然就说：“我说，哎，我是变强了。就不管后面这10公里跑成什么样，至少前面这30公里跑3分40多的平均配速。”我变强了，那差不多在31公里的时候，我还能摸到240的边儿，但是后来我放了，我觉得我不要拼了。这3周3场比赛，第1周是高百3分37平均配速的16公里，然后上周是极限天气的富士山全马2小时50，这周是有点热，那天起跑的时候就是19摄氏度多，就它那个边上有一大楼，上面有那个实时的气温，19、20在那交替在那蹦，然后有风，湿度大。这一场2小时42，
当时我说变强了，因为其实跑到我这程度，过了30公里，你就算累，顶不起来了。但是我的感觉就是，就跑多了，大家也会有这感觉，就是你也不会怎么样，也不会崩，无非就是快点慢点。去年还不是这感觉呢，去年还会担心会不会崩，就大家记得，都不是去年，今年出的238的大阪，就是最后10公里跑的极其保守，就怕突然一下抽筋儿。但是到现在到年底，我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担心了。我说不可能，当时感觉就是你的肌肉就是累了而已。12月23号星期二，早晨轻松跑了5公里，这个路起起伏伏。我看这个是有可以环日月潭一圈的骑行路线，30公里。我听王先生说，这儿还有一个环日月潭的跑步比赛，也是30多公里，爬升有800多米。他们跟我说要租自行车环这个日月潭的话，得租那个电助力的。我看看白天跟家属可不可以环一圈去。不一定一口气环下来，环到一半吃饭然后再环。但是我看了看这边租自行车好贵啊，可能人民币要将近100块2个小时，2个小时回不来。你要是在中间再吃一个饭，你可能得租6个小时，因为它只是2个小时起跳。好像有那种按日租的，但是日租的好像都是就是纯人力的。我今天骑不了一个30公里。王先生跟我说周4早晨，因为我们明天从这儿去高雄找他，然后周5回去。他说周4早晨咱们一起跑个长的吧。我说长是多长啊？他说30公里。我估计不行，我不知道，看看今天白天的身体情况。我是一上去呼吸道感染，整个人就精神就特差。那这2天就最后这一场比赛完了以后，人就有点放纵。对，你看就这个日月潭线，日月潭叫 Sun Moon Lake， 就这么骑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流水账一样的分享一下这场比赛。我还是会剪出节目的，但是应该没有去年那么的丰富和细致。因为今年还有一个事儿刚才没跟大家说，跑到10公里不到的时候，我就跟王先生说，他也跟我说都没有精力，就没有心情拍摄了。确实是，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前面那10来公里特别顶，但是呢，我要说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就是我顶过那10来公里。我就发现一切在往好的发展。然后你稍微混一混，你混到20几公里，你想还有10多公里结束了，心态就不一样了。当时其实我挣扎了一下，我在想我是不是要也慢一点，但是当时不敢慢呀。当时13、14公里，如果我一慢，我肯定没有他快，因为他最后2小时44也很棒了，就我刚冲线没多久，然后他就在后边就过来了。2小时44比我可能没有2分钟的样子，1分多钟就比我慢，1分多钟就100多秒吧，100多秒，其实最后就差了2、3秒的平均配速，他没有掉多少，又追上来了。但是那时候对我来说，我没有他那个平常的训练的那个强度和量，所以我没有信心我掉下来还能追上来，所以我才没掉。这就是这场比赛吧，那就这么着，在日月潭边，但是今天有点阴天，看。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